刚才说俺俩是冤家关系呗。你俩什么渊源？在清朝的时候，我是个良家妇女，他是一介书生，就因为他儿子前世他俩是朋友，他儿子也是一介书生，他俩有一次喝酒，无意中看见我，他儿子说这个小娘子真漂亮，就说一些反人的话，结果他起心动念。有一次我丈夫没在家，他就强暴我。过去的女人不能失去贞洁。我丈夫嫌弃我，我选了自己。你自杀了？我自杀了，因为自杀这个缘故，我念佛不得往生。啊，罪，至少有罪哈。有罪，自杀不孝父母。下地狱没有？我没下地狱，我一直在轨道流浪。在孤魂恶鬼道流浪啊？是的。你叫什么名啊？我叫马玉莲。那你前世清朝在什么地方住啊？清朝一个那个叫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北京、上海还是哪呀？北京。在北京住啊？具体什么地方我就忘不清那一块儿吧。是啊。忘了。你前世是北京的一个娘子呗？谁家的娘子？是。叫马玉莲。我也是一个贤妻良母。我被他无缘无故伤害，我恨他。我让他家里永不得安宁。他今年42岁了，他从来没快乐过。你问问他。就因为你的呗。是。哎，我问你，你怎么能找上他呢？你说清朝的照片这么多年，你怎么能找上他？那种仇恨啊！我无时无刻不在惦记他，我不在找他。终于这次因缘聚集了，我就找到他了。他的丈夫就是我前世的丈夫。这么多啊！我敢在你面前撒谎吗？那你丈夫怎么跟他家庭做他丈夫了？他前世是男人，这世脱生为女人。然后做你丈夫的妻子了。是的，这就叫恶有恶报。她无论怎么对她丈夫，她丈夫都不领情。啊，前世给人妻子害死了，欠账呗。是的，她从跟她丈夫，她就还债，她一直替他还债。去年他俩离的婚，因为这个孩子，他俩要聚在一起过。今天又因为他不读书，他俩又要分开了。我跟他来大悲不是好多次了。啊，那你怎么没走呢？我走不了。为啥走不了啊？我放不下。没听明白没？放不下什么呀？放不下仇恨。放不下仇恨呐？那你就一直恨他呗，是不是？我现在不恨他。为啥不恨他了？因为他虔诚忏悔。虔诚忏悔了。他也不知道他犯什么罪业呀。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知道。我经常跟他俩说。我让他念佛也不心不安，诵经也心不安。因果真的有报应啊？有。真有因果报应？有。谁信了这鬼话呀？不信。你要不信呢？你不信你自己看看你周边
这些因果，那不都是现实吗？是哈，我倒是挺看重的。我在今年夏天时候跟他来住了10多天，我也想走，还是放不下，还是放不下，放不下他家那个死老头子。干啥呀？我也说不出来是恨他还是怨他，说不出来。那他老头不是你丈夫吗？谁丈夫？他就是个混蛋。前世不你丈夫吗？前世我丈夫怎么了？怎么我失身是我的错吗？他逼你死呀？是啊，他嫌弃我不要我。完你就宣扬致敬了。是啊。完你就恨你老头子呗？我恨他。他不逼你就没事了，是不是？他心里要宽一宽，懂点事儿，我能死吗？是啊，可也是啊。他就不饶人吗？我就给你逼死了。给我逼死了。还有他这个崽子。他当初要不说那些烦人的话，他能起心动念吗？是啊。你什么话都随便说嘛。他不明白呀，那时候。不明白怎么了？谁把我要你明不明白？那个纣王不就是那种隐私吗？完事他讲可也是有文化，写点啥？写点什么那个小说里面带点什么色情的书好卖呀？卖点啥录像的？你问他都写什么？他成天要写这个写那个，都写那些东西。那么以前现在还写啊？他现在还写，他还幻想他要当个什么作家呢？反正说不出话。你问问他。有那想法啊？没有。现在没有。以前有没有？以前有。真有啊？是初中的时候。那以前有钱人的根子啊，这秀才不书生啊。他呀，本来是个挺聪明的孩子，也是因为我的姻缘，还有他自己过去生中造的这些姻缘，造成的，还有他跟他父母这种姻缘，你看他家能不能好？可是啊。能好吗？你说。现在家庭里面全这样，都是姻缘火爆组成的家庭。我不管他们怎么样，反正我今天我也想，我恨他也没有用。恨她丈夫怎么恨他？他也白费一时半会儿，他也醒不过来，榆木脑袋。她丈夫，就你丈夫前世的丈夫。是榆木脑袋，怎么跟他说？就是一个字儿不通，就以为自己对。不开窍呗哈。不开窍。没办法，刚强难化嘛。就不信因果，你说这个。他就不信因果，他就说他。你一天你就活在幻想当中，他自己活在幻想中，他说他活在幻想当中。我现在他对我的伤害是最大，我现在不恨他了，我不恨他了，我现在也走不了。你能走了的，不恨就能走了的。有时我也说不清，有一种什么牵肠挂肚，我也说不清。有什么牵肠挂肚，就是因为彻底觉悟，彻底觉悟了，知性就是佛，知性本来就是佛。那个情啊，那个爱呀、那个仇啊，那个恨呐、都是假的，那不可得的。你从清朝恨到现在，你得啥了？我什么也没有。就得那个恨念头，别的啥也没有。空来空去，你说那啥呀？你们是不是？就是穷折腾，什么都没有，是不是？什么也没有，害人害己。害人害己。是，我现在也受。我跟你说，你在你轨道里面待多少年了？清朝到现在多少年了？是清朝什么时期的？光绪年间。光绪年到现在多少年？100年。100多年。100年。这100年你投没投胎做过什么？做过什么众生啊？做过什么？没有。一直做鬼啊？因为我不得投生，我不得超生，为什么？我投生不了。为什么不得投生？谁不让投生？没有谁，我自己自杀的不能投生。自杀不能被抓替身吗？抓谁呀？抓不着啊。
咱讲一讲，咱也没死过，也不知道啥情况，大家听着知道吗？有人死了以后吧，嗯，自己就飘飘荡荡的飘，上哪里都不要。你有身体怎么飘荡呢？我就感觉自己飘荡。感觉你自己飘荡，到处飘荡。是。我一直都没投生。往哪飘？经常哪儿飘啊？四处飘。哪都飘啊？寺庙进不去。为啥寺庙进不去？我有罪。有罪。那你今天怎么进来的？今天也是因为他信佛了。你咋进来的？要平时别的寺庙都进不去呀？以前进不去，从他上大悲普寺做37年以后，我就能进去寺庙。为什么？因为我也忏悔。啊，你也忏悔你罪业呗。是。但是寺庙为什么进不去？有人看着还是咋？门口有人看？有护法呀，不能随便进啊。护法看着呗。是。护法不让你进，你能进去吗？寺庙让你进都是什么众生？他想学好的，肯忏悔的，想改过的。你进来了，你什么也听不懂，进不进来也能成，有什么用？对，还得没有用哈。没有用。来了他也就是晃一圈还得走。对。什么他也得不到。他心没在道上包那你就一直在外面飘荡了？我一直在飘，我这飘，我心里就有一个字儿，恨。你找他多长时间了？找他？我死多长时间我就找他多长时间。一直跟着他呗。跟着。他100年他投胎几次？至少2次。一次2次呗。那他以前那是？以前那是一言不具找不上。他吧，也不是这次学佛。他前3世他就学佛。也是因为他习气太重了，一直都没有什么成果。是。都没解脱呗。没有。解脱就找不上了呗。解脱还上哪儿找？就因为这个因缘他解脱不了，是不是？是，因为他这个业报要偿还呢。就是他这个就是强暴妇女哈。对。淫欲嘛。他这2世投胎吧，没做过大恶。就因为那时，这是他的大恶。要不他不可能再转生为人。他做大恶，你说他能投生人吗？对呀。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吧，犯淫欲的人那么多，那要是心甘情愿的有没有罪呢？哪有心甘情愿？现在不是交易吗？卖淫。那也是迷惑颠倒啊。那犯不犯罪？像这样。那还有不犯罪的？也不行啊。他说您情愿的，你给我钱，我就出卖我的。那不行。我出卖我就提。他因为他俩是统一的。你问问上天同意吗？不是自己愿意算，没人看吗？谁没人看？举头三尺有神明，谁没有看？有人看，有人管。你还看他吗？你就看看他，你看看他过什么日子？你问问他，生不如死。昨天晚上她丈夫就折腾她半宿。就因为你这个给搞的呗。骂他。说他。你说话不对，你不说话还不对。他现在就是，你说我就听了，搁心里念佛，念佛也不对，什么都不对。就是你前世造的业呗。他前世造的业，是我前世造的业。不是，就他们，他不是你前世害你那个吗？她丈夫经常说，你丈夫说他丈夫他媳妇没了，不就收拾他的，对不对？是。因果报应呗。是。就折磨他呗。是。我就是看不得他俩好。他俩好就生气。哎，你就说对了。大家打架。他俩一好，我就
他找茬，不是他家这3口哈，就是个爹，没有好时候，2天半好日子，保证能打起来。就因为你生气，对，他们好了你就生气呗。我就看不到他们好。我也是没得到，什么也没得到。空你们，喜怒哀乐忧是悲嘛。到了尽头都是回。那你前面有没有儿女啥的？我有啊。前世那个。我1生儿女。是啊。1儿1女。他现在要爱他儿子。我的儿子我走了谁爱呀？我的女儿谁爱？他怎么爱他儿子？都不管用，他儿子不领情。他这个儿子哈，谁说话他都不听。你说话，他也听。没反抗哈。没反抗，他心里也听。毕竟前世是书生，有点问题。我现在也想开了。想开了。我也不想报复。我这2天啊，这能有啊10天，我就都挣了。我是放他呢，是不放他？放他呢，是不放他？我是自己跟自己打仗。我昨晚啊，我还给他托梦呢。给孩子托梦啊。他今早上他妈叫他，他说你不说不去了吗？他妈说没呀。我刚刚做梦说你告诉我不去。心里也下狠心了，才知道他跟我结这个怨，我无论怎么样，他搁心里就说，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就说是我前世伤了你了，我没有办法弥补，你要怎么就怎么做吧，没有办法，只能动啊，他最心疼的是他儿子。要不他能来，他没有我他不能来。他不知道吗？他知道。知道有你啊？他知道。我跟他多少年了？从他下生这次下生我就跟他。他知道，我经常在他身边说话，确实也障碍他了。我也不是表扬他，他学佛挺虔诚。前世的业重哈。他就是业力太重了。不过他现在真心想忏悔。你能放过他吗？我想放过他。我想放过他。那你就求成极乐世界多好。我也有这念头，想求成极乐世界，就是走不了。能走了，放下便是极乐境。你就是执着，你把这恨放下，变成爱就好了，变成大爱就好了，对不对？你本来就是佛，就因为多了一个字儿。六祖慧能大师没说，本来无一物，你就有物了，有一个恨字儿，这就是个物。把这恨去掉，无一物，成不？嗔恨呢？那你说我放下，我就能走吗？能走，没有，本来也没有来，也没有去，就是因为恨障入了你，障入了你。你把这恨字解了，它破解密码了，解了，没了，什么都没有，本来它没有。就一切都是贪爱生出来的，贪爱执着生的娑婆世界。我也知道，我这一次啊，
次，也就是来跟他做个了结。嗯，我一次次就是我叫他来吧，就是其实我不想走，我就是折腾他，他来了，他倒是真心忏悔，来到世界里也挺守法的，不破坏道场规矩。到世界里破坏道场规矩，但是护法不护持啊。不有罪吗？他知道，所以他不破坏道场规矩。求台领导帮帮我。我帮你啊，就是你要放下，好，看破放下嘛，修成西方极乐世界，跟一切众生结法缘。虽然他前世呢害了你，但是你也折腾他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也没得到啥，空来空去的折腾啥呀？咱本来还是佛，自性不生不灭，还是佛，何必贪恋这个仇恨啊？你说我放下就能往生吗？能。我能升到极乐世界？能。我老觉得我自己罪业重。能。我本身就是傻，我这次又仗着学佛。我告诉你，不执着就没有罪了，罪是你执着心生出来的。你不忏悔了吗？以后不做就行了。阿弥陀佛，世世八愿都容易，知道不？只要你愿意去，愿意求成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去。我想去，我想上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去呗。我想走。我跟他身边也痛苦。他苦你也苦，其实我们执着就是苦嘛。是。放下成就的。也苦。你说我放下就往生吗？放下就往生。我放下佛就来接我吗？对，阿弥陀佛时时接，知道不？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你心清净了，那个就像说水清净了啊，那个太阳啊和月亮就印在水里面，印得清清楚楚的。如果你的心有嗔恨呢，就水就浑了啊，再亮的月亮、太阳也用不上了，因为浑水啊显现不出来，知道不？你一嗔恨，水有波浪，你看这波动的水，它这现不出来了，现不出来那个太阳那个月亮那个像了，知道不？说你要心清净了，就能够显出来像，就能跟佛感应道交。佛就是你的真心，真心就是佛。阿弥陀佛已经成就了究竟圆满的智慧和福德，我们这个不圆满不究竟。我们今天把仇恨放下，就圆满究竟了，就跟佛就同光合尘，感应道交，就往生极乐世界，就光光相应，对不对啊？你还不如还执着呢，执着谁苦啊？你俩就是苦。这生你折磨我，来生折磨你。他这生都走上正道了，皈依学佛了，你干嘛不趁此因缘放下，跟他一起解脱呢？来生缘，遇不着佛法还玩完，知道不？玩不完，玩不完还得玩，你玩我玩你，生生世世就轮回，没有休止的时候，今生就了断就不玩了，知道不？这游戏不好玩，不好玩，苦，太苦了。我就觉得苦。大苦不是小苦。大苦，求不得苦。不是求不得苦啊，那是五蕴炽盛苦，爱离别苦，怨憎会苦，反正就是苦，生老病死苦。诸苦皆由他于心，不知他于情何？只因忘了弥陀佛，一念
啊，这说我们是佛呀哈，一念觉就是是佛嘛，往生西方极乐国嘛。我要放下，我要往生，我要往生，我不愿去受苦了。晚上我给你种念，好不好？我给你种念好不好？好，啊，念着去啊，上西方，上西方，离开这娑婆闹样。我还有一句话要说。说吧。我说他，嗯？我就说他儿子。舍不得他儿子？嗯。他前世说坏话，给你整这样，你还舍不得他儿子，有啥意思？我只是说他，听不听由他。啊，你说说。嗯。你对他儿子谈不谈恋爱呢？我不谈恋他，我就告诉他一句话。行，说吧。好好对他妈的，是不是？我就不管他对不对他妈怎么样。嗯。我就告诉他一句实话。嗯。他放弃学业，他就是个歪，听不听由他，不管。学习好不好啊？前世是出的，这个本来他学习还挺好的。那你给讲了呗。有我的原因，他自己本身也有原因。不全怪你呗。不全怪我。嗯。我能占一半儿。妈呀，占挺多呀，比例数挺大呀，挺可怕呀。我也求他领导，你再开导开导他。你要一走，全都好了，不用我开导了，对不对，孩儿？啊？你要一撤，他就没事了，对不对？你说话他听。你只管走你，他交给我啊，好不好？有你这句话，好。他承诺呀，你得听我的，要不是承诺，那听他说的，就毁了我了。没事，你看西方生活在住，好不好？啊？好。你西方生活，你就想往哪方想，我给对多好，让他也生活啊。好。好，来了，我们种念，给你种念。好。马玉莲。马玉莲。弟子马玉莲。弟子马玉莲。今对阿弥陀佛前。今对阿弥陀佛前。虔诚地发愿。虔诚地发愿。此时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时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祈求大慈大悲。祈求大慈大悲。接引导师。接引导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音世智。观音世智。清净海众。清净海众。诸大菩萨。诸大菩萨。光临道场。光临道场。放光接引。放光接引。令弟子马玉莲。令弟子马玉莲。及法界有缘的众生。及法界有缘众生。马玉莲累生累世。马玉莲累生累世。伤害杀害。伤害杀害。有缘的一切众生。有缘的一切众生。蒙阿弥陀佛接引。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花开见佛。永不轮回。永不轮回。成佛后回入说佛。成佛后回入说佛。度尽众生。度尽众生。弟子我等。弟子我等。马玉莲。马玉莲。今对阿弥陀佛前。今对阿弥陀佛前。虔诚发愿。虔诚发愿。此时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时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祈求大慈大悲接引导师。祈求大慈大悲接引导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清净海众。观音世智清净海众。诸大菩萨。诸大菩萨。光临道场。光临道场。放光接引。放光接引。令弟子马玉莲。令弟子马玉莲。及法界有缘的一切众生。及法界一切有缘众生。蒙阿弥陀佛接引。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花开见佛。永脱轮回。永脱轮回。成佛后回入说佛。成佛后回入说佛。度尽众生。度尽众生。阿弥陀佛。弟子我等。弟子我等。一心奉请。
一心奉行。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接引导师，接引导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音世智，观音世智。清净海众，清净海众。诸大菩萨，诸大菩萨。光临道场，光临道场。慈悲接引，慈悲接引。令弟子马玉莲，令弟子马玉莲。及法界有缘的众生，及法界有缘的众生。蒙阿弥陀佛接引，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马玉莲呢？马玉莲，你要听我话啊，放下外缘，一心求上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机会呀、很难得啊。好，一起念佛啊。南无西方极乐世界。他不给你助念的吗？你就放下就完了呗。大声念。大声念，那你给助念。好了，咱们。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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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一年呢？你别换了，你一心念，一心念就得一心就解脱，好不好？啊？心静不下来。你想啥呢？你还是报仇啊？我不想报仇啊。不想报仇是有啥放不下的？你老不蹦的呀，你老晃啥呀？你就一心念呗，跟我们就听着阿弥陀佛佛号，知道不？看到没有？起来凉，起来拔坏了，起来拔坏了，站住吗？啊？能听懂我话不？你自己放不下，我们那点活点都没用，知道不？智力嘛，你自己不觉不想去，我们白帮忙。我们是提醒你念佛的，重点就是提醒你，不要念头退失了，你得提起正念呢。要想解脱，可简单呐，当下一念回光而一往，究竟不拘其慢，分明只在目前嘛。你当下放下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就接你走了。那我就念什么也不想。你想别的还能上西方啊？我也不想阿弥陀佛来接我。你就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就来了嘛，同光合神嘛。我不用想阿弥陀佛。不用想，就想，不用就念，就只管念。我就念就行了。就只管念。就不用想。你就只管念，念相应的。我不会念佛，我也不知道怎么念才能走。我们快念的时候，追顶念佛的时候，就一心。就一定往那都没有了，那时候就我就什么也不想，就光念佛呗。你要想别的，不浪费时间吗？想别的不就为什么轮回呀？就想别的。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才能接。你就一念接着一念，不想佛，就一念接着一念，不就想佛吗？就念佛吗？就是念佛吗？你还想什么呀？听明白没有？一念接着一念，你不让你净念相继呀？你还想阿弥陀佛呢？你净念相继，佛就来了，就现前了。因为你跟佛相应了，你感应到你刚同光合成的嘛，就相应了嘛。我们现在干嘛呢？我们发愿了，请阿弥陀佛来了，那佛光实时照出我身的，我不知我有烦恼，跟佛不相应了。现在我用那个阿弥陀佛把佛号把烦恼给度掉了嘛，这不就智性光明现前了吗？就跟佛相应了吗？我要不走，你就不管了哈。我不是我不管，我管不了啊！你孩子不上学，老师就想去参加找人去打去啊。你愿意念你就念，不愿意念你就不念。佛法讲随缘的。你这不来找我吗？我上你家没有？你找我干嘛？找我你不要解脱吗？解脱你这不放下能解脱得了啊？我们是助念，帮助你，帮助你看清这真相。然后呢，你要放下。你不放下我们没办法，你不放下佛都没办法。但是佛有办法，都接着我得了呗。佛说你得要对这个娑婆世界不贪恋，对这个仇恨心要把它转了。我现在没有仇恨。没有仇恨，你不念头不能专一吗？是我念头不能专一。那就不行了呗，快点练，别蹦了，你老晃悠啥呀？你就一心念，坐着练死会别跪着，坐在这，坐莲花上，坐莲花走就好了。你这一晃呢，哎呀，这一晃呢，天旋地转，佛号就没了，就是天旋地转，是不是？就自诚心念佛啊。阿弥陀佛来了，跟阿弥陀佛走，知道不就行了。那我能看见佛吗？能看见佛，你一心不乱，你就是我什么也不想，我就念佛号就行。对，你想别的就浪费我时间。我也别想佛来接我，什么也不想呗。都请完佛了，你这有感，佛就有应，还那啥呀？你就一心不乱，就像精神上慧根没有了，自然就现前了嘛。你还有别的妄念，那还有灰尘，本来没有灰尘你就生了，一想就是灰尘，就尘朗啊。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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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哪一年呢？哪一年？开口啊！怎么回事你啊？啊？你想不想解脱了？我走不了，为啥走不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那你等初一说法会你再走，好不好？嗯。闺们来说吧，受不了，那个放不下呀。嗯。啊？你等明天做后天做法会好不好？说话呀！我不敢说。嗯。不敢说。啊？不敢说。说吧，没事儿，别害怕，你都说出来就好了，好不好？你不说出来，你还有障碍。是我自己不想走。对，你就忽悠我吧啊！你谁都忽悠。这么好的机缘你要不走，你还哪有机会？你告诉我，你还哪有机会呢？成得去呀，这是儿戏呀啊！傻呀！多好的机缘你还不解脱，你想啥呢？为啥不想走？你说说听听来吗？你还不如黄鼠狼呢，黄鼠狼都往上西方极乐世界，畜生都往上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敢？你还比他们蠢呢？我也没有别的想法。那你干嘛呀？你还要干嘛？你都说了，也不恨了。我不恨他们了。不恨你就爱呗，往上西方极乐世界。我也不爱他。往上西方就没有障碍了，这个爱，这没有障碍了就走呗，放下便是西方见嘛。我想跟你大悲不是的。搁这待着不行，这哪是长久之地呀？他连这个道场也不行啊，你求成极乐世界多好啊！我觉得我姻缘好像还不具足，还走不了。怎么不具足？菩提智性本来具足。那你说我就是放不下的。你也明理了，不恨了，也明理了。我不恨他。那就完了呗，就一念就往上西方呗。你还是障碍，有障碍，心有障碍。我有障碍。那你有啥障碍？放下好不好？我还有点舍不得他。舍不得他呀？他。冤家有什么舍不得呀？那问你害啥样了？哎呀，真是贱货！有啥舍不得的呀？你前是强暴你，给你弄的上吊直接，你还贪恋？你说，就是没人理你们这些口袋里玩意儿，帮你也不对，你忽悠人，你白找你放不下你忽悠人半天。我也想走，又放不下。跟赵本山学忽悠人呢，我看。有时候放不下的吗？你说你多苦啊，还放不下。你不走，他完你也完，你俩一对全完。谭连长，我跟你说，我现在真走不了。真走不了。我不是忽悠你，我也想走，我也知道，我这么做对谁都不好。不是，主要是你苦。我们说半天话，不是你苦。我知道我也苦，我也不想恨他们了。至于你走不走，与我没什么关系，知道不？我帮助你，你想走你就走，不想走你就不走，不走你苦啊！你天天看着冤家你不苦啊？你放下好不好？我也不想看见他。不想看你睁眼睛看，闭眼睛看，不是还是他吗？我想跟你大悲不是。不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啊！大悲不是人修行的地方。我上地藏天。那干嘛去？那阴森恐怖人冷，那干嘛去？上极乐世界好不好？
嗯，我去不了。那你就搁这也待着也行。我们初一做法会，你去好不好？天天下午做3日纪念法会，超度你们，帮助你们解脱，你就走呗。我也不想扶他提。我就是有时候哈，哎呀，说不出来，因为我就求谭林长，你帮帮我。你看，你说我健脾了，我也承认健脾了。健脾。健脾，你们怎么办？放不下。苦，知道苦还放不下，我就求谭林长，你帮帮我，你让我在这吧。行，那你上地藏殿里听听去吧啊。我上地藏殿，37年我跟那住，什么时候姻缘成熟了，我自己就走了。行。我这次跟你说话不忽悠你，我跟你说是真话。其实我跟你说，你忽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你执着你自己受苦，知道不？那我现在就走不了。那我就走不了，我怎么办？现在走不了，你不没事啊？你想好就行了。我每天做法会嘛，你每天就听经文法。我想好，我确实想好。那行，那你去吧。我确实想好，我就想跟这大悲古寺待了我姻缘成熟，我自己就走了。行。我也不扶他提走，我自己就走了。行。我也看见他们走过，那些众生走过。看谁众生走过？就你们大悲古寺念佛堂做法会时候，有人走过。有众生走，也不用扶提，他们自己就走了。走的多不多？多，不过每次不一样多。为啥不一样多？因为来的多少不一呗。那机缘像我这样，机缘不成熟，他就走不了呗；机缘成熟，他就走了呗。走的挺多呀。多。这法会有没有利益对众生？有。百益无一害。没有害呗，百益无一害。没有害。我也知道你忙，我也不打扰你。我忙倒行，我别白忙活呀！你忙了半天，你不找你白忙活。今天你跟我讲这些开示，我都明白。我确实，我现在走不了。我让大家费力给我念佛，我还是走不了。大家念佛呀，还让你们劳累辛苦。没事。我现在说的就是真心话。我现在确实走不了，但是我今天在佛菩萨面前，我不敢打妄语。我真的不恨他们了，我也不想参与他家的事儿了。我也不想跟他怎么回事儿了，我就想跟这大悲古寺待了，我姻缘成熟了，我自己就走了。好了，那你不行就再找人了，找人托人身体啊。我不能。行，那你去吧。我也不是谁身体都服的。除了他，别人我不服别人。冤冤相报哈。对，冤有头债有主，找人干啥呀？他们老害怕，你看着鬼也害怕，看神也害怕。其实害怕什么？没有缘分能上你身呐？就是有仇有怨的，是不是？上谁身跟谁有那个缘分？有仇有怨的哈。有仇有怨的，再就是跟他可能过去有什么渊源，他才上他身，无缘无故会上他身呐？他能上去吗？是哈。哪有无缘无故的事儿？你看我上过谁身？我谁身都不上，除了他。有的人就害怕，是不是？害怕什么？他自己想自己。有的人不明理就害怕呀，像附体什么的害怕。附体是果报应哈。附体都是自己自作自受。因果报应，你杀生不附你体。哎呀，好了。我只能这样了。那你上地藏殿呗，听听去啊。我也知道地藏殿在哪了。用不用我送你去？你送我去。我念佛送你去，好吧？你也送我去，好。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送你去啊。好。好，来。祈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祈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祈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祈求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慈悲加持。祈求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慈悲加持。祈求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慈悲加持。大悲古寺的诸大护法菩萨慈悲加持，大开方便之门，收留佛指马玉莲在地藏菩萨殿内听经闻法。祈求
大悲古师诸大护法菩萨慈悲加持，大开方便之门，搜留佛指马玉莲，在地藏菩萨殿内听经闻法，早日破迷开悟，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祈求大悲古师的诸大护法菩萨大开方便之门，搜留佛指马玉莲，在地藏菩萨殿内听经闻法，早日的破迷开悟，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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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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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不麻烦吗？算了。好了。你这种起突然起多少年了？我结婚以后，我的感觉是这样。以前小时候吧，就老觉得后面有人跟，就害怕。再说走哪吧，就觉得好像有一个看不清的在地路荡了那些东西，像脖带什么东西我就可害怕，晚上不敢出去。其实那种现象就是以前就小时候就有，感呢，就是后来大了就这种现象就没有了。就是从结完婚以后，这种现象就是老是心情不好，再就有终生附体。有终生附体。终生附体，他那阵儿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老说这个仙儿那个仙儿我也叫人给递过糖，说这个仙儿那个仙儿那时候吧咱也不懂咱后来就是说，就遇见一个。就是反正挺大一个老菩萨他就说你什么仙儿，你觉得信佛，你信佛就好，他就这么告诉我的从那以后，他就把我那个什么香炉碗什么都拿走，都送五龙山去送五龙山。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不信佛了，什么这个仙儿那个仙儿，就附体说这说那，我也不管我就这样子。虽然是这样式，但是就是家庭一直就不和睦，就是怎么都是折扭，怎么都是别扭，就是怎么捋也捋不顺。要说好一点，也就从上大悲古寺以后，就是这种状况能有所缓解。就是我丈夫跟我之间这种状况有所缓解。以前我丈夫那么对我恨他，我觉得我凭什么呀？我那么对你，你还这样式对我？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你干啥能这么对我，这么折磨我？他可以说就是说说不出来，儿子在面前不要说其他就是说我的感受我自己最清楚。就是说你摆个好放不出来一个好。后来就是说刚上大悲古寺以后我就逐渐感觉，再说这个众生他就是在大前年的时候，我们那个鹅须佛姓关的关居士在他面前附过体，还有个姓吴的姓李的，最开始是在吴居士面前附体，他才说这个姻缘就是李居士。我就说他老说哎呀是俺老婆婆家谁怎么事儿就是说来闹腾我。这个李居士就一句给他点破了。怎么说？他要说是你老婆，你问问他家老陈家有没有什么隐秘的事，你让他说出一件，才能证实他是你老婆婆家人，是不是这一句话就给他点出来，他就承认他是谁了。从那以后我才知道我跟这个众生结缘，以前我不知道完了当佛友面前附过体，就讲这种姻缘，但是始终结不了就从上大悲古寺以后我就一次次来做善知识念吧，我感觉挺有益处的。就是说能知道自己过去伤害人家那种感受，人家的感受，能感受到人家那种苦了。以前老觉得自己苦，不知道人家苦。完了我丈夫那么对我，我也能接受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以前不知道，不能接受，老起怨恨心，俺俩就老打。从上大悲古寺以后做了善知识念呢，我就感觉咱们有所好转
我丈夫跟我俩不一样的，也不出去住了，不出去收钱了。你不去了？不去了。以前他就是出去拍牌，输老多钱了。现在不出去玩了，就是说有时候嘛，喝完酒了，就上来情绪能怎么样，把我一引过去了。现在就比以前好多了。就这么个意思。现在通过忏悔念佛好多了。好多，这个就是我自己忏悔。也是怎么说呢？我第一次来大理古市是俺俩刚办了离婚手续。办了离婚手续呢？去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见过你，那时候挺忙的。现在见你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是你过去生中造的一业啊，你自己造的不善因，这是你当时跟我说的话啊。你造的不善因，你这世才这种果报。我当时我就说我跟丈夫离婚，跟我丈夫闹翻。他说你问我了，你办没办离婚手续？我说办了，你就告诉我你是过去生中造的不善因。你就告诉我明天就30七年，你要真心忏悔啊，忏悔过去所做的一切，反正我也就是往心里去了，就是忏悔，忏悔，感觉还是有效果。有效果啊！要悔过的心，众生原谅我们。是，当你有悔过的心，他也就逐渐就原谅你了。从去年来到现在1年多了，1年多时间，我觉得效果挺大的。挺好，能解脱了，这个家庭也就和睦了。你看轮回多可怕呀！大家都不信因果，这就是因果嘛。佛告诉我们要持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这就是这个口要注意。你看前世说了几句话，叫人家动了淫欲心的话，就制止呢，去造成了淫欲这个行为，有了果报，这就是嘛。我们不知不觉就种了一个恶因，就是果报特别的可怕，一直在受这个果报。这要没有方法，这能化解开，还不得去受？我要不遇见佛法，我真的深入完了，彻底完了。我就苦的没边儿了。你跟谁说？你说能说得通吗？谁听你说呀？对。人不听你的，包括我们家姊妹，有时候都不理解我。哪能理解呀？啥呀这叫？人家有时候就说我自己怎么回事。这你精神有病的。是我。他们都以为这是精神病。对。其实他们都以为是精神病。我也没办法，那怎么办？那自己造的业嘛，那怎么办？是，现在只能受，听佛的话，受苦了，受苦受了就了，不受就不了，那怎么办？家是什么地方的？我是丹东的。在什么地方？丹东原来是蛤蟆塘，现在叫金山。蛤蟆塘那块儿啊？就是那个一出高速路口那块儿。对，就在那块儿。那块儿住。你这几次在卧龙山做30几年，我都去了。这孩子还来过吗？没来过。来过没？我搁哪看见过你？应该见过面，特别熟。没来过这里啊？他一次没来，以前我领他来，他不来，就这次他来了。是啊。挺好。行了，跟你家这个缘就这下就解开了，以后要好好学，好好做。别杀生，别再造同样的罪业。小说也别写了啊！还老写小说，你写差了，你看一句话误导人。是。说话可得注意，要慎言慎行啊。身口意的行为要端正。好了，谢谢你啊。你叫啥名啊？我叫王举红。王举。高举一举。王举红。王举红。电话多少号？留个电话吧。我是4157702。你说这光碟放给大家看行不行？行。行，都众朋友们。0415哈。那个句号。0415。我不太清楚那个句号。
4157七，谢谢你啊。阿弥陀佛。你给我上了一课，你看多可怕啊！以后我就注意了嘛，男女之事大家一定要注意，知道不？男女授受不亲的，什么时候都得记住了。杀盗淫妄酒这5戒一定要严持5戒，严持禁戒，可别再造这样同样的罪。你要惹了一个不觉悟的众生，那就是惹来麻烦。人惹来佛不是无所谓的，对吧？一个大人好说，一个小孩哇哇嚎，谁能受了？这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来学佛，彻底觉悟啊！行了，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注意。谢谢谭院长。没谢我，谢感恩佛菩萨呀。要没有大悲普施，以后我能知道这种因缘，是不是？阿弥陀佛。坐着。